大夏朝10日一休沐。身为天子近臣，我每30日才得一次休息。每逢此日，我诸事不理，在同僚祝青州坟前枯坐许久，烧纸钱，念归去。坟头虽冷清，我却有满腹志言要同他念叨，所以也不觉孤寂。直到有一天，我专心致志埋头骂了438句乌龟王八蛋后，抬头蓦然发现身旁坐了个人。他添了把新土，坟茔修得不错。我点头，身后之事不可马虎。他扒拉火盆，纸钱烧得挺旺。我叹气，阴阳往来，不能小气。他沉默，过了一会儿才道：但我祝青州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宋南之。你别跑。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压力太大了。当朝皇帝勤政爱民，但是过于勤了，在他手下做事很累。入朝5年，我头发掉了1/3，束发时要多添一把假发，才能勉强维持大夏第一美男子的美名。可就在1年前，我和祝青州因卢县瘟疫如何解决意见不一，从咆哮朝堂到大打出手。最后我挠花他的脸，导致他愤怒薅掉我的假发后，大家都看清了我头上比护城河还宽的发缝。我愣了，文武百官愣了，等着吵完收拾我俩的陛下也愣了。罪魁祸首却扶了扶手上残留的青丝，轻描淡写道：抱歉喽，美男子。后来和好友喝酒时，他帮我回忆，当时我瘫坐在地，双目通红，8个人一起来按，才按住我欲朝祝青州弹射起飞的身躯。我已然坦然，抬手一杯清酒下肚，无所谓道：往事不提了，有失风雅。然而我是气疯了，于是连夜召人，找了块风水宝地，给祝青州修了坟，刻了碑，烧了纸，心情好多了。往后但凡我略有不爽，都喜欢来祝青州坟头坐坐。只是这样的好消息无法通知他本人知道，稍有遗憾。我叫宋南之，是江南最有钱的世家家主宋清如亲传弟子。他膝下无儿无女，只有我一个学生，倾全族之力教养，不容我半点低于人下。宋家祖上多在朝堂为官作宰，后经乱世风云，王朝兴废。当今皇帝力挽狂澜，立国大夏后，宋家在位出过高官。我师父宋清如通古博今，皇帝亲自下旨召他为官，他却断然拒绝，一心培养族中小辈，最看重我。14岁这年，师父举家搬往长安，只为送我去太学读书。盖因江南名家大儒，皆不能为我师也。师父自信非常，认为天下才子无人出我其右，礼乐射御书数，我全是第一流。没想到啊，没想到，太学里有个祝青州，文不在我之下，武不输我半分，很让人头疼。更可恶的是，此人心胸狭隘，度量比针笔还小，睚眦必报，毫无气量。我负他1回，他一定要还回来10回。初入太学时，我过于兴奋，不小心摔了一跤，正好摔在祝青州身旁，打落了他手中的笔。我龇牙咧嘴爬起身，甫一抬头，便对上了祝青州那双沉郁的眼。我心中一震，却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那根笔他用了10年，但凡重要考试，必用此笔，于他意义非凡。我虽当即道了歉，夜半还是被他拦于阶下，二话不说上来便开打。不就是一根笔，笔杆裂了，毛都秃了，你为这个和我动手？你穷疯了！他像一头狼，野蛮而平静，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一拳又一拳。我并非怂货，毫不退让。打到最后，惊起了诸位同窗和太学司业、教授。我们被罚跪1晚后，第2日又被叫了家长。我这才慌了。我知道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察觉到了我在看到那根笔时下意识流露的轻蔑与轻松。师父用金银珠玉养出我满身交金，我虽为此而惭愧，但少年心气怎肯使我低头？祝青州为此而动手。师长面前，他却不言，我亦不语。师父教养我多年，一眼看穿，将我领回家后，好一顿家法搓磨，夹处加深。师父罕见正色道：不贵万物之贵，不轻万物之轻，方为君。我垂手受训，痛哭流涕。之后我又与他道了歉，但事情没完，梁子就此结下。他举报我偷扔太学膳食，私藏的点心被全部没收。我初到长安，水土不服，
吃不惯北方饮食，又没有点心充饥，饿得走路都摇晃，更别谈射箭骑马，于是被好一通嘲笑。我当然不肯忍气吞声，偷偷在他课业上画王八。我永远忘不掉他看见那只张牙舞爪的王八时的震惊，他想不到我会这么阴损。可笑，我和我师父学的东西多着呢，和我作对，找死。南方学子以我为首，北方学子并不以他为傲，给他使点绊子，我轻而易举。然而诸番较量之后，我们胜率竟是5-5开，可见此人之阴毒可怕。但不管私下怎么争斗，正经考试场上还是真刀对真枪，从不使阴招。于是发着高烧上演武场的祝青州，君子不成人之威。我嘿嘿一笑，谁跟你君子，我还是小孩。我师父自小教导我，趁人病要人命。我一个飞拳而上，打得他落花流水，眼见要输时，这小子耍赖，倒地装死。他装死，教授同窗一拥而上，都特么传祝青州，被我打死了。我给气笑了，不顾阻拦扑到地上，对着双目紧闭的祝青州亲了一口。他舍得醒了，脸也黑了，回光返照一般咬了正得意宣扬他装死的我一口。我俩又打了起来，毫无风度，扯头发挠面颊，打得昏天黑地，不知天地教授私学为何物。最后双双喜提罚跪3天。他后来抓住了我的命门，被我藏起来略训他一筹的文章，甲等第2的榜单，都会无声无息出现在我师父的马车上、桌案上，实在不行就贴在宋府大门上，防不胜防。每每此时，宋府大门必将紧闭，府内鸡飞狗跳，逃窜的是我，猛追的是被我哄骗我乃太学第1人的师父。这样的日子细数数，不过也就2-3年。后来我们科考中举，入朝为官，朝堂之上的刀光剑影，不是太学里的小打小闹可比拟的。祝家是祝贵妃的母家，祝贵妃所出魏王，乃皇帝长子，文武兼修，宽仁待下，甚得民心。祝青州之父为庶出，并不与祝贵妃兄妹一母同胞，但去世早，祝青州由叔父抚养长大。他姓祝，是魏王党，而我不会附属任何一党。师父倾尽心血，严苛教导于我，只为使我不屈于任何人之下，包括皇帝陛下。皇帝陛下英勇神武，但前朝政务繁忙，教养孩子的时间就少了。于是状元出身的我被能者多劳，除了担任大理寺卿，还要给皇子公主们当老师。那年我刚刚为官2载，还是个正19岁尚未及冠的美少年。我的学生中最大的云清公主14岁，余下的皇子公主平均7-8岁，正是猫嫌狗憎的年纪。不过1个月我就被折腾出了白头发，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好几岁，越来越长成让上官和百姓放心的样子。怪不得在接到崇文馆授课的圣旨后，祝青州要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了。王八蛋，他还要在我眼前晃荡，有时候觉得第2名也挺好的，至少头发能保住。乌龟王八蛋！我盯住他潇洒的背影，冷笑一声，转头向陛下举荐。微臣有一昔日同窗今日同僚，才学不在臣之下，愿为崇文馆尽绵薄之力。帝大赞云。祝青州沉默了很久，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抬眼皮看我。我面上不显，心中暗爽，自己的日子虽然难过，但看见宿敌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后，心态好多了。但困境不得不解，被烦扰多日后，我破罐破摔了，从大理寺刑狱出来，为更衣便去了学堂。满身血腥倒是震慑住了几位娇生惯养的学生，从此他们乖巧了许多。2年后，云清公主到了出嫁的年纪，陛下平日最疼她，但择婿时却将目光放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北吐谷浑。云清公主听闻后，情绪激动，逃了我的课。我跑遍了整个皇宫，才在朝阳殿银杏树上找到了和幼鸟抢鸟窝的元清。她双眼通红，头发上满是鸟尾巴毛，正抱着一根树枝，哭得投入。她瞥我一眼，先生若是想劝我，便请回吧，我死也不嫁。我欲言又止，还是说了，你身上有大青虫，好多只。沉寂了一瞬，朝阳殿上空爆发出凄厉的惨叫，惊起一群飞鸟，窝也不要了。云清掉了下来，我单手接住她，捂上她的嘴，急言道：私闯先皇后寝宫，乱爬陛下为先皇后栽的树，公主是嫌当下境遇还不够糟吗？
他坐在地上，埋头小声抽噎。我叹了口气，蹲下身，问公主：“你要面子不要？”她昂起头：“本公主乃天朝王女，皇家尊严比性命还重要，焉能不要？若能助你，不必远嫁呢？”她顿了顿，面子又值几个钱？云清扯着我的袖子擦眼泪，抽抽搭搭：“先生，父皇心里只有先皇后和明川皇姐，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先生，我早知父皇不爱我。”我嫌弃地扯出衣袖，拍拍他的肩安慰：“这有何妨？你父皇也不爱我呀。”他呆了又呆，白我一眼道：“先生脑子有疾否？我上书言称吐谷浑游牧蛮人，未受教化，即便陛下下嫁公主，恐其非但不理解上意，反而夜郎自大，生了骄矜自傲之心。陛下将我骂了一顿。我想我确实是有点问题，不然管这闲事做什么？连祝清舟也想不明白，他最近明明没使算计，我怎么还要自己挖坑往下跳呢？”他皱眉拦住我：“你是不是有病？”转念又一想，恍然大悟一般：“不对，你肯定有别的图谋，你又想对我做什么？”我停下脚步，无语一笑，绕他走了一圈，上下打量，斜睨道：“你要脸吗？”他脸色顿时姹紫嫣红，甚是好看。回家后，我吩咐人给家中西北的商户传信，要他们秘密传扬要下嫁的公主貌丑无端，性格粗暴，大夏无人想娶，皇帝才要女儿外嫁的。吐谷浑可汗尚年轻，心高气傲，偏爱烈酒与美人，经此一击，竟大放厥词，扬言大夏皇帝瞧不起人，拒绝迎娶公主。陛下大怒，发兵西北。云清大喜，亲自下厨做了一整匣的点心送给我，我分了一半给祝清舟。他神情复杂：“你没有下毒吧？”我很不耐烦：“公主的谢礼，爱要不要？”宋家善经商，人脉虽广，但权势稍弱，此事办得干脆利落，是因祝清舟暗中相帮。他接过去，冷淡道：“你讨好公主，无非是想拉拢公主外祖薛将军，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盯着他看了许久，只看到他退后一步，炸了毛般警惕道：“你要干什么？”我笑了笑：“你英雄救美，公主已然知晓，不必自谦，更不必自欺欺人。祝兄，某掐指一算，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我长笑离去。祝清舟追着我骂：“宋南之，你这个南蛮庶子！师傅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帮那个人的女儿？”我打了个哈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傅，我解释道：“这3种成就感我从未在公主身上得到过，太失败了，我不服，不能放他走。”师傅皱起眉：“等他看上你，你就服了。”我自信一笑：“我早就找好替罪羊了。”师傅不以为然，喋喋不休：“李家的孩子都随他爹，他爹那样的货色，见一个爱一个，见2个爱双。来了，又来了。”我师傅从躺椅上跳起，神情愤慨，双目炯炯，恨意不休。想当年，他左一个贤士，右一个爱卿，恨不得将天桥下算命的都收入麾下，却偏偏对我百般挑剔，说我小心眼难堪大用。他说我小心眼，我翻了个身，堵住耳朵，闭眼睡觉。这么多年，我耳朵都被念叨得起茧子了。虽没有自信到被公主青睐的地步，我还是不修边幅了一段日子，祝清舟亦然。不久后，我们还在朝堂上打了精彩绝伦、史无前例的一架。卢县瘟疫来势汹汹，祝清舟提议快刀斩乱麻，立即封门烧尸，杀瘟疫于一城。我极力反对，认为此举过于残忍，也没有那么多柴火，还得问隔壁界。可隔壁县正逢灾年颗粒无收，大批流民在路上，已是自顾不暇。所以我提议以工代赈，召集流民搬尸到境外，给跃跃欲试的外族一个秘密惊喜，或许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举3得，还省柴火。我俩人你来我往，说不过彼此，终究还是动了手，最后以我的假发被薅掉而结局。散朝后，我们被陛下留下。他坐上位沉吟许久，道：“朕兼得2位爱卿这般人才，真是朕的。我先祝清舟一步跪谢隆恩，谢陛下赏识。”祝清舟瞥我一眼，意思很明显，嫌你了。他不甘示弱补充：“陛下谬赞，臣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尉沉默一瞬，吐气悠悠道：“真是朕的报应。”陛下冷笑道：“
你二人这般丧尽天良的谋略，使朕仿佛见到了某位故人的影子。当时朕驱赶了他，没想到今日赶一来二，想必是他在咒我。我们噤若寒蝉，不敢应答。跪了许久，以为今日要折在这里时，陛下终于开恩，算了，今后谨言慎行，去罢。踉跄迈出殿门后，我回首看了一眼，陛下正靠在龙椅上，低眸沉思，似在追忆什么。给祝青州修坟之后，我心情好多了。朝堂上的糟乱事再多，也不妨碍我有一席清静的，于此倾吐之后，凡事不入心怀。我以为我可以一直如此平衡着过下去，奈何世间多有荒唐事。陛下登基之前为汉中王，离称霸天下临门一脚前，去往北边和羌族打了一场。临走时，将临安城托付给发妻，也就是故去的昭元皇后照看。不料陛下的大哥淮安王趁此机会夺城，并意欲强占觊觎多年的地袭。昭元皇后为保护全城百姓性命，忍辱答应，另为取得其信任，在淮安王的威逼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后来陛下反攻回城，扭转乾坤，淮安王伏诛，昭元皇后和城中人获救，满城风霜，只死公主一人。她那年8岁。陛下并未在意昭元皇后是否失了贞洁，登基后首先封她做皇后，使之母仪天下。但昭元皇后痛失爱女，终日神思忧郁。帝后没有找到明川公主的尸首，始终不愿相信爱女已死，传令天下寻找公主。皇后仙逝后，陛下仍未放弃寻找公主，为此耗费巨大物力人力，劳民伤财。每年未能提供出线索的州郡县官，还要受到陛下的申斥，人心惶惶，战战兢兢。可是当年满城人都看了清楚，昭元皇后刺向公主的箭入胸膛，尸首被扔进了乱葬岗，是夜大雨，公主年幼，绝无生还可能。陛下此举，一为宽慰皇后，二为不让自己钟爱的发妻担上杀女恶名，同时又是牵制地方与百官的一把好刀。可钱也是真的花了，人力也是真的浪费了。宫里宫外，他不许有明川公主的一处坟茔，一块牌位，一点香火。若世间当真有亡魂存在，明川公主将不能往生，不得安息。我受不了了，此行岂是明君所为？我上书谏言，又被骂了一顿。陛下将我叫到御书房，压下火气，着我给昭元皇后写一篇祭文。我知晓他是要我将功折罪，我轻声拒绝。话音刚落，殿中顷刻萧瑟，宫人战战兢兢跪了满堂，呼吸声都被极力压制。陛下呵笑一声，我大胆对视，却见他眼中已毫无温度。偏偏那日我就想任性一次，我想任性一次。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良久，终是没有传召，叫人将我扔出了门外，罚跪阶下。时间格外漫长。从前在太学受罚时，司学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窗好友常常跳窗进来送茶点，还不用上课。还是上学好。跪到后半夜，天下起了小雨，御书房的烛光彻夜未休。又不知过了多久，魏王撑伞而至。进门又出来后，他立在我身前，轻轻叹了口气，怜悯道：宋卿何至于此？请起吧，父皇饶恕你了。他递给我一壶热汤，我没有接，施礼道谢后，硬撑着稳住步伐离去。但宫门还没开，我只能蹲门口等，后悔没要那热汤了。装什么啊我？好不容易等出了宫，却没一人来接我。我了然，师傅也在生我气，都生气。好，我也生气。没有回家，我径直去了青梧山，给祝青州上坟。没想到祸不单行，这次栽了。骂完人，我一抬头，身旁偌大一个祝青州。场面话说了2句，我拔腿就跑，奈何膝盖太虚弱。祝青州扯住我后衣领，神情复杂。宋南之，你总瞎折腾什么？从没想过有一天，我竟然能和祝青州面对面喝酒。哦，不，有一次，还在太学读书时，那年外邦来朝，太学接待了许多外邦学子。因为语言风俗不同，我们分院而居，井水不犯河水。然东瀛小人心思悲暗，经常暗中使坏，我们与之积怨甚深，内部矛盾都先放在了一边，将他们好生收拾了一顿。这厢刚平静，我就被祝青州告状说我放小青蛇咬他，
私学罚我站，还被叫了家长。苍天明鉴，那小青蛇是去年就放在他卧房的，只是冬天时小青蛇冬眠没空咬他，开春才行动而已。我早就忘了。师傅又被匆匆叫来，扬手欲奏，咬牙切齿道：放蛇咬人，你还记得自己是个文人吗？我缩了缩脖子，我不纯粹。师傅愣了愣，什么？我道：我文武双全。呵，师傅冷笑一声，小混蛋，你要么就弄死他，别老耍这些小手段。我蔫头蔫脑，这也太狠了。师傅还没同我细数完毒蛇品种，同窗匆忙跑进来，南知青州他们和那群外邦人打起来了。我大惊，和师傅匆忙交代：师傅，您先替我罚站一会儿。你去干什么？我去闯个祸。我到达战场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双方都挂了彩，但明显对方受伤更重，大都脸肿成了猪头，亲娘都认不出来。一看就是祝青州的手笔，他手最黑。我不甘示弱，趁乱补了2脚。打群架闹出的影响太大，外邦使臣来要说法，私学教授挡在我们身前，舌战群儒，无稽之谈。我大夏太学学子焉能做如此不成体统之事？你们内部不和，逞凶斗狠，收不了场了，就想把脏水泼到我乖巧明理的学生们身上，当我们大夏无人吗？庶子？什么？你说什么？宋南之和祝青州可是我们太学学问最好、品行最佳的学生，太学上下皆可作证。无耻之徒，竟敢攀污我大夏未来的肱骨之臣，简直其心可诛。对面被骂到毫无还口之力，又没有证据，此事便无疾而终。虽说后来被私学整顿得很惨，但那日是我们所有同窗最团结、最开心的一日。晚上相约偷溜出太学喝酒，战争结束，我和祝青州依然是死对头，但那晚于人群中遥遥对酌了一杯，就像今天这样。我受了凉，一连几杯下肚，身子渐渐暖了起来。祝青州还黑着脸，这么操心我的身后事，真是让宋兄破费了。我摆摆手，小事，小事。互相沉默过后，祝青州叹了口气：你何必与陛下争执？我盯着他，笑了。你若不是也觉得此事不妥，也不会暗中为明川公主建衣冠冢了。他震惊到屏息，许久才道：你怎么知道？下一刻，他不敢置信：你跟踪我？我白他一眼：你今天还不是跟踪了我？我们互相瞪眼，剑拔弩张，直到小二又来上了一壶酒，我率先松口：我没和别人说过，只是好奇，全天下人都不敢说公主已死，你怎么这么大胆，于天子脚下给公主立冢？祝青州低眉敛目，声音带上了几分忧伤：若他未死，就当提前给他送纸钱；若他死了，也护他九泉之下不要过得太惨。我有所动容，感慨道：你也是瞎操心，即便公主真的仙逝，也会往生极乐，缺你这点纸钱。他古怪地看我一眼：不可能，他小小年纪时就作恶多端，死了肯定下地狱，日子不会很好过。我此举还是很有必要，你所作所为就是多此一举了。呵呵呵，我捏紧了杯子。祝青州警惕道：你怎么了？我又没说你。我被他一噎，心中烦闷，直接抄起酒壶便灌。祝青州来抢，我喝得更凶。我觉得我醉了，他也没有清醒到哪里去，话痨得很了。宋南之，我怎么一直都看不清你？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为什么那么不一样？我凿他一拳，扯住他的衣领咆哮：对，我不一样，我就是和你们不一样。他一愣，又笑了，安抚一般道：是，你忠君爱国，你清正廉明，你为民务实，你没有私心，比我们都高洁，都纯粹。你是状元，我们是凡人。我狠狠瞪着他，使劲一摔，没把他如何，倒是把自己摔到椅子上，疼了，脑子一片混沌，眼眶有些酸。我只记得自己喃喃重复着：我就是和你们不一样，我从一开始就和你们不一样。一群男人能懂什么？我就是不一样啊，我考状元就是比他们考状元值钱，因为我是本不该出现在学堂里的，不配和男子同席而做议政的。我是女人啊，我女扮男装，14岁入太学，16岁高中状元，
20岁官至大理寺少卿，为官5载，我手上无一件冤假错案，深受百姓爱戴。长安街卖馄饨的大娘每天都为我留一碗当做夜宵，我就是和他们不一样。宿醉过后，为感谢祝清舟送我回家，我亲手做了一支笔送给他，也是我迟了很多年的道歉。他拿在手里端详许久，然后抬头错愕看向我。我不等他开口，转身离开。我和祝清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我父皇还在做汉中王时，他父母是我父皇最得力的战将之二，常年在外征战。我母妃在临安城内替我父王稳固后方，我带着一群臣子家的弟弟妹妹们玩。祝清舟小时候性格孤僻，祝家的孩子都不喜欢他。祝贵妃生的弟弟，也就是现在的魏王李政，常常有意无意和我提起，他的青州表哥又不小心伤到了他。我身为长姐，自然是要保护弟弟，于是常常去找祝清舟的麻烦。他像只小狼崽子一样，不惧我王女的身份，每次都朝我亮出獠牙。他越这样，我越想欺负他。后来他父母战死，母亲要我好好照顾他，不可以再欺负他。我嘴上答应，但架不住郑弟弟一次又一次泛红的眼眶，于是腰间的长鞭一次又一次抽在他身上。他总是沉默又平静地看着我，但双手攥拳，眼底猩红。我始终不明白，虽然他父母早亡，但祝太尉拿他当亲儿子养，弟弟妹妹待他恭敬，他为什么要这么仇视众人呢？直到有一天，我偷偷翻墙到祝府中，当时正午，祝家众人都在用膳，席上只少一人。我颇为疑惑，满府寻找，至一处偏僻的院落外，听见连续不断的低沉的嘶吼。我心一震，常随父王打猎的我立时清楚，这是野狼的声音。我几乎颤抖着推开门，眼前景象使我如坠冰窟。祝清舟和一只狼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人已伤痕累累。我拿起旁边架子上的弓箭，对准狼的脑袋，但不知为何，祝清舟放弃抵抗一般闭上了眼。一箭未能将狼射死，我拖着和我差不多重的刀靠近，补了几刀。笼子上的锁被我砍断，祝清舟已奄奄一息。我身体还在发抖，缓缓伸出手指，想探探他的鼻息，他却猛然睁开眼睛，狠狠咬住我的手。我一声没吭，等他没了力气松了口，我才发现自己哭了。祝清舟，对不起，今天的事我会原原本本告诉我母妃，让她为你做主。做了对不起的事，理应赔偿。我身上只有随身携带的一支笔刃，那是为我父王做的，还没有打磨好，但功能已齐备，一头是笔，另一端暗藏利刃。你先拿来防身吧。我急匆匆起身，想去找我母妃告状，祝清舟却忽然开口，但他喉咙似乎受了伤，我听不清楚。后来想想，他当时说的大约是快跑。我回宫路上发现街上格外清静，心里隐约觉得不对劲，马上加快了速度。刚从狗窝爬进宫墙里，我就被敲了闷棍，两眼一黑。在睁眼时已经是深夜了。我刚刚醒来，便被母妃下令堵住嘴，捆住了身子。我的母妃持剑立于殿内，我环顾四周，大伯带着兵将将宫殿牢牢把持。我母妃说明闭眼，一会儿就好了。从小照顾我的姑姑扑到我身前，痛哭道：王妃，她是你的女儿啊。母妃的眼神却前所未有的冰凉。周围人窃窃私语中，我大概明白了处境，不由泪流满面。母妃，您怎知我不愿意为了全城百姓牺牲呢？我是父王和母妃的女儿，年纪虽小，一知大义。为什么要堵住我的嘴，绑住我的身躯？我不会躲，也不会逃。这样名垂青史的事，我不得留下几句话吗？那岂不是太亏了？哦，对，我还得告状呢。祝家苛待祝清舟，我还没有告诉母妃为他做主啊。但我没有机会，只能眼睁睁见母妃手中的剑刺入我的胸膛。后来夜雨倾盆而下，我又被扔进了乱葬岗。可我没有死。那个曾被父皇赶走的谋士冒雨而来，他从众多尸体里挖出来我，为我治病，整整1年我才能下床。我怕他因父皇而记恨我，佯装失忆，醒来第一句就是管他叫爹。他僵住，眼底的阴郁一霎时融化。当然，他没敢真做我爹，只收我为徒。不过我猜的没错，他怨恨我父王，每天都要跟我咬牙切齿道：我的杀父仇人是汉中王，
要我长大后一定去向他报仇。我每次都脆生生应承，是，师傅，我一定杀了他，替我爹报仇。我师傅很满意，但我没想到他复仇的手段却是培养我做大夏的肱骨之臣，我很迷惑。所以我什么时候造反呢？当年淮安王能顺利入城，一定是有内应。我这几年一直在苦求证据，有一些线索，但不多。我怀疑是朱贵妃和祝家，毕竟他儿子很能装，他又是得力最多的人。我知道祝清州也在怀疑他父母的死因，也在暗中查访。宫外的证据找遍了，我又设计让他入崇文馆教授，进宫里来找。算算时间，也应该有些结果了。但这些先按下不表。我最近接了个大案，一对夫妇带着儿子从魏王封地河北大名县来，进京告状，说他们丢了女儿，是当朝贵人掳走了他们的女儿。他们运气很好，没有直接上公堂，而是在长安街刘大娘的馄饨摊上先遇上我。明告皇子，此事非凡，不能张扬。我暂时将他们安顿在宋家别院，暗中派人去河北一带探查。查完久久难安。河北郡县长官近几年来，不仅一直以寻找明川公主的理由加收民税、征派劳役，还秘密掳掠和公主画像相似的女子，不知作何。公主画像是画师根据昭元皇后像和公主幼年像临摹而成，天下遍闻。难道他们是想找人冒充我？起初我是这样想的，直到暗卫支支吾吾，难以启齿道：少爷，那些女子都被送进了魏王在封地的私宅别院。我沉默了。当夜，我松散下头发，对着镜子端详许久。其实那画像除了眼睛有7分像，其余并不像我。这也是我这些年能隐藏很好的原因。我轻轻叹了口气。我的正弟自小就喜欢跟在我身边，我起先很烦他，但祝贵妃温柔，他又长得可爱，久而久之便放下了警惕。他说什么我信什么，他说父皇不够喜欢他，我心疼，我信。他说祝清州欺负他，我也信。小孩子怎么会撒谎呢？我真是个傻子啊。我们血脉相连，我这么会骗人，他怎么可能人畜无害？可是弟弟千不该万不该骗姐姐，错了就该挨打，姐姐收拾弟弟，天经地义。更何况我们不仅是姐弟，还是政敌。我面无表情，对镜梳妆。李正觊觎我不是1天2天了。刚开始我以为他要拉拢我，后来我觉得他是看上我了。好几次我都想打断正专心致志斥责我的陛下，对他道：你儿子是断袖。但我没有那个胆子。皇子掳掠民女一案我暂时压下，我怕刚刚抖出来就被灭口。但河北郡县上下官员以明川公主为借口私自加收民税一案还是可以上达天听的。心爱的女儿被如此利用，天子果然震怒，派督察院、刑部、大理寺3司会审。我作为大理寺最年轻的官员，被一同派往河北郡查案。但驴肉火烧还没吃上，我就被套了麻袋敲晕带走了。这几年政务繁忙，练武的时间被压缩得厉害，警觉性不如小时候好。醒来时，房内光线不足，我仔细辨认，恍然认出魏王殿下。李正抬起头，弯了弯眉眼：宋大人，你怎么不慌张？我笑了笑。他起身，满意叹道：像，实在是像。我见了那么多人，唯有你的气质最与他相像。我问：那么接下来，殿下想对我做什么呢？他轻捻着手里的佛珠：本王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宋大人，正跟着督察院刑部那帮蠢货查案呢。爱卿便留在这里，陪本王一生一世吧。我活动了下酸痛的四肢，摇头叹息：魏王殿下，陛下与贵妃，百官与万民，知道你心中这般龌龊的想法吗？他哈哈大笑：我是父皇长子，生母贵为贵妃，掌后宫之事，谁比我更有资格继承大统？非议本王者诛。我轻蔑一笑：若你为万民之主，国将危矣。他略略歪头，奇怪道：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操心国事民生吗？我整理好衣裳，端坐在太师椅上，沉声与他道：谁告诉你只有督察院和刑部陪同我来呢？他脸上闪过一抹疑惑。我听见窗外忽然响起的簌簌风声，淡然笑道：兵部侍郎祝清州亦率祝家军秘密相随。此刻
大约已经包围魏王殿下的别院了。他瞳孔一震，立时望向窗外。下一刻，房间大门被大力踹开，魏王根本没有挟持我的时间，长剑便搭上了他的脖颈。祝将军后人，当如是。祝青州半身鲜血，半身寒霜，满面冷冽。经年于泥潭中挣扎求生，已使他从固执的小野狼成长为合格的猎人。李正素来怕他，声音有些颤抖：“表兄，你我可是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祝青州垮着一张脸，眼皮也没抬，沉深以为耻。他一挥手，身后祝家军马里将人捆起来带出去。危机3俩下解决。祝青州别过脸，走吧。我先他一步关上房门，回手抵上他胸前。他错愕地睁大眼睛：“你要干什么？”我定定看他，还没向你道谢。他喉头轻滚，终是低下头，抱拳拱手，微臣本分，不敢居功。我看着他厚厚一头乌发，心中生了一股无名火，冷笑一声：“祝青州，既然认出了我，为何不请罪？”他轻嗤一声，脚下却后退了2步。我背着手逼近，昂头紧盯着他，不敢看我的眼睛。你罪1，多年来与我针锋相对，步步紧逼，视为不忠；你罪2，私自为我修坟，还咒我下地狱，视为不敬；你罪3，明明知晓了我身份刚刚却不相认，视为不友。他眼睫轻颤，呼吸声逐渐加重，身躯僵硬紧绷得厉害。我勾唇一笑，冷声道：“跪下。”他猝然抬头。门外风声萧瑟，我们互相对望，时间凝滞，不知过了多久。他僵持的身体缓慢动作，此刻却不再退缩，往前2步，单膝落地，仰头看我。霎时天清地远。我透过现在的他，看向那个被锁在笼子里伤痕累累的小孩，轻声道：“当年我是要回宫向我母妃告状的，可惜话没说出口，我就死了。”这话说得重了，惨了。我眼睁睁见悲伤于他眼中凝为实质，化作一片冰雾。我错开眼神：“祝青州，对不起啊，终究是我对不起你多一点。”一声痛苦的哽咽轻轻蔓延。他忽然一把握住我的手，眼中仿若有火燎原：“那殿下拿什么还呢？”我不说话。缓一缓，我挣脱开，用这只手缓慢抚摸上他的脖颈，一寸寸往上，捏住他的下巴时，他也同时握住了我的手腕。他声音骤然低哑：“殿下，臣可是货真价实的男人。”我弯下腰，凑近他：“巧了，本宫也是货真价实的女人。”此刻秋色正好，哪管风起云涌，骤雨不歇。魏王李政强占民女，绑架朝廷命官，铁证如山，罪行昭彰，不容狡辩。陛下大怒，废其为庶人，同时彻查祝府上下。魏王与祝贵妃勾连外臣，结党营私，早为陛下不满。祝家行事乖张，嚣张跋扈，亦早被朝臣怨怼。查出来的罪行罄竹难书。祝青州于此时呈上祝家连同祝贵妃陷害祝将军夫妇身亡，勾结淮安王入临安城的证据。事关昭元皇后与明川公主，朝野上下战战兢兢。陛下怒极，当庭呕出一口鲜血。于当日下令绞杀祝贵妃，流放魏王。祝青州叔父一脉满门抄斩。大雨下了半个月，也没有洗刷干净刑场留下的血迹。有些人不论生死，都是一样的讨厌。行刑当日，祝青州去给他爹娘上香，我也亲手摘了一捧菊花，放在祝将军夫妇墓前。事毕，我们互相沉默许久，直至太阳落山，我道：“要不把咱俩的坟给推了吧，有点不吉利。”祝青州却道：“算了，万一以后死无全尸，至少有个坟墓可依。你就不能盼点好吗？”能有多好？比如100年之后，你随我葬入皇陵。皇陵而已。什么？皇陵？陛下因此事生了一场大病，刚刚入冬，便搬到了皇家别院休养。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告了3天假，安顿接下来的事宜。师傅近日异常平静，但情绪不高。起事前1晚，我与师傅对弈。师傅长叹道：“快下雪了，也是时候做一个了结了。”我心领神会，明白。他点了点头。永熙13年冬月初6，长安城东西城门的把守替换成了祝家军。我带宋府死士秘密包围皇家别院，夜深人静，
悄无声息。祁阳宫外，我稍微运了运气，这才推开宫门进去。但没走到正殿门前，不知哪个不长眼的忽然从我身旁的高墙外扔进了一个包袱，吓我一跳，人家正造反呢。墙上的人很快露出脑袋，我与他四目相对，大为震惊。师傅！师傅急忙跳进墙内，我忙迎上去，您怎么亲自来了？师傅白我一眼，气息不太平稳。废话，这种事哪好找人代替的？我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陪笑道：也是。但一抬手，袖子里的短剑就露了出来。我刚收回去，抬头却见师傅面色苍白，他嘴唇略微哆嗦，语带惊恐：你干什么来了？我愣愣道：造反啊，您不是吗？他瞪圆了眼睛不说话，不敢置信地看着我。我后知后觉，还真不是啊，那您来干什么的？他原地喘息了几瞬，才咬牙切齿，又跺脚道：探病啊！周围更加沉默了。末了，我小手一挥，扭过头正对殿门：没事，差不多。实在不行，等我造完反，您再探病不迟。师傅捂住心口，手指颤抖指向我：造反？你造他的反？你爹他当年带800人杀的敌军8万人落花流水，你造他的反？你疯了！我顿住欲行的脚步，似笑非笑，歪头问他：我爹？师傅眼神闪烁起来，避开我的目光，拉住我的胳膊低声道：赶紧给我走，快走，再不走就晚了。但好像已经晚了。殿门悠悠被打开，陛下披着鹅毛大氅信步走出，面沉如水，看也没看我一眼，只对着慌乱的我师傅笑了笑：乐慈，好久不见。正和我正直的师傅哀然肃立，好没有出息。他不过一句话，就让我师傅红了眼眶。我撇了撇嘴，却忽然一阵大力袭来，使我猝不及防跪倒在地。反应过来时，陛下面含微笑的脸也变得愠怒。他轻斥谋逆不孝的逆女。我师父大吼一声，挡在我身前：你这个混蛋，做什么动手？陛下道：凭她是我的女儿。师父大骇：你都知道了？陛下知道了。师父什么时候知道的？陛下背过手去，冷哼道：从他为卢县瘟疫献了条伤天害理的证件，颇有你之遗风之时，朕就将你宋家上下查了个底朝天，才知道原来朕从前帐下第一谋士乐慈先生，竟是江南世家宋家家主。怪不得当年朕缺钱时，你总能很快解决，怪不得逐走你后，朕向宋家借钱买粮草，宋家不肯借。师父身体略有颤抖，以长袖抹了把眼睛，牢牢挡在我身前。是你先赶我走的，我不过是叫你趁早杀了你大哥，你就赶我走。你还说我小心眼没有度量，我恨死你了。你说我小心眼？好，现在你长子已死，剩下的孩子不成气候，唯有明川能担大任。储君我已替你培养出来了，你敢立她做皇太女吗？你不是自诩大度吗？让我看看你有多大度。陛下冷冷一笑：储君就他吗？胆大妄为的笨蛋。师父向前一步，声嘶力竭道：不是的，他那年太小，受伤太重，他失忆了。是我和他说你是他杀父仇人，他不知道的，是我骗他。他知道。陛下沉声打断他：失忆？就像当年我以一句你乃天下第一智者哄你入我麾下一样，他怕是一开始就在装失忆骗你。我猜他醒来第一句就管你叫了爹吧。我的孩子，我了解。我没来由一颤，师父也一颤。我望着他的背后，看得出来他在极力压制胸前剧烈的起伏，但没有回头，语气也依然坚定。我不必听这些，这不重要。我养大的孩子我也了解，他今天就是想和你闹着玩。陛下不言不语。正冷场时，宫门忽而被大力踹开，一声巨响。撇开死事不谈，我们一跪两立齐齐回头，只见祝青州披甲持刃，愣在原地好一会儿。他终于摸清状况，沉默上前跪倒：臣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我扭转回头：祝青州，你爹的。陛下冷笑一声：救驾？你救谁的驾？祝青州顿了顿，轻咳一声：王驾。陛下叹了口气：你爹的。你爹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再叹了口气，
他扒拉开我师傅，对我道：“抬头。”我抬起头看向他，他蹙着眉，语气无奈：“这几年你为国家付出的辛劳，我都看在眼里，谁造反我都信，唯你我不信，你舍不得百姓受苦。所以今日你所为，我大约知道为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不代表天下人都知道。国有国法。”我师父陡然气声道：“主公。”陛下身形顿了顿，在开口时声音带了几分轻松：“臣子造皇帝的反是国事，但女儿造父亲的反是家事，你自己看着办。”我定定望向他，良久，低下头扯住他的衣袖，轻声道：“爹爹。”他僵了一僵，随即转过身去，道：“今日的事到此为止，乐慈，你随我进来。”师父跟上去前，狠狠瞪了我一眼，还抬手拍了下我的脑袋。直到店门关上，我瘫坐在地，才惊觉已出了一身冷汗。祝青州毅然重复之前的老话道：“殿下，你总瞎折腾什么啊？”我捶他一拳：“不是说好兵分两路，你跑这里干什么来了？”他有些窘迫，城门并没守住，进了皇城的有去无回，我觉得不对劲，才赶回来救你。我瞪着他：“废物！”第二天，皇帝上朝时宣布了一个惊天消息：大理寺少卿宋南之原是女扮男装，朝堂沸腾了。宋南之平日里因为一张嘴得罪不少人，当下许多人打了鸡血一样跃跃欲试，说他欺君罔上，愚弄圣上，罪不容诛。当然，也有许多人力保他，比如当年的太学司学、现兼御史大人，陛下莫要听信他们的嫉妒之言。小宋大人虽是女儿身，但这些年为官尽职尽责，不曾办过一件冤假错案，到现在长安街西口刘大娘都不肯收他一碗馄饨钱。身旁的学生着急扯他袖子：“老师，不用什么都说，现在不是你上课的时候。”御史大人接着道：“陛下明鉴，请看在小宋大人欺君却为欺民的份上，从轻发落吧。”等大家差不多都发表完意见后，皇帝淡淡扫视众人，又宣布了一个惊天消息：宋南之就是朕失落多年的明川公主。说完，他悠然起身退朝走了。朝堂上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刚刚扬言应该处死宋南之的10数人面白如纸，如一滩烂泥一般，扶都扶不起来，口中皆是喃喃道：“完了。”宋南之、昔日同窗等也同样呆住，过了好一会儿才手舞足蹈，恨不得原地跑2圈，像山林里的猴子一样纯粹的快乐起来。但司学兼御史大人却毫无反应。有人唤他：“大人，你干嘛呢？赶紧快乐啊！”司学大人后反进一般，已经很快乐了。我发达了，前途好像一片光明啊。但也有同窗发愁，当年读书时我和南之吵过架，他不会。有人安慰他：“没事，南之不记仇。”他不记仇？整个太学还有比他更能记仇的人吗？住嘴！我不允许你污蔑明川殿下。后来祝青州问我为什么非要造一次反，我想了想，和他道：一来我师父对陛下的心结多年未解，他人诱怂，不敢直接去摊开讲，我得寻一个合适的机会帮他说出来；二来陛下寻我多年，若他发现是师父将我藏了这么久，一定会很生气，我得做件让他更生气的事，把这件事大事化小的遮过去。他看见师父这般维护我，将我养得这么好，即便生气也不会发作了。三来，我不可能一辈子做宋南之，我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者身份。与其拖拉想别的主意，不如直截了当一些，我要看看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地位。无碍的，即便真的粉身碎骨，我给你烧的纸钱加上你给我烧的纸钱，也够咱们在地下潇洒了。祝青州还是叹息，但还是太危险了。我笑了笑：危险你也做了。他也笑了：没办法，已经上了贼船了。末了，他又迟疑道：万一陛下不放过你呢？我托腮沉默了好久，打到回宫之前，才附在他耳边道：祝青州，你怎么笃定我一定会输呢？他猛然看向我，后知后觉想起那日不见你的贴身暗卫。我竖起手指贴在嘴前，摇了摇。他喉头轻滚：你。我拍拍他的肩膀：祝青州，永远不要背叛我，那没有好下场。永熙14年初春，明川公主李树被立为皇太女。册封当日，
宋清如在远处高台上遥遥观礼，礼成后，她欣慰一笑，鼻子有些发酸。她岂不知这对父女的德行，一张嘴最会骗人，真失忆假失忆，还能瞒得过她这位医科圣手吗？她大脑一片清明，分明半点血块也无，还管人叫爹。算了，他都叫爹了，前半生被他爹骗，后半生被女儿骗，但怎么有些甘之如饴呢？罢了，越北指，过南冈，送君千里，扶摇直上，这一生所求，终得圆满。番外，李景和查清宋府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他比对宋南之与发妻的画像许久，怎么看也不像。她真是自己的女儿吗？性格倒是真的有点像，但是长相怎么没他娘1/10好看呢？但是又真的是有点眼熟。像谁呢？李景和又拿起宋南之的画像端详了许久，直至深夜更衣照了镜子后，他一拍大腿，坏了，像我没叫过他一声爹的亲女儿先造了他的反，他十分生气。但听见人轻轻唤了一声爹后，李景和顿时忍不住了，强行压制自己转过身，叫了宋清如进去。门一关，他就受不了了，抱着宋清如哭得像个孩子。我的明川啊，她是我的女儿，我找了她好多年啊。哭完之后，又想起来罪魁祸首就在眼前，于是黑着脸给他一拳。你这个心胸狭隘的小人，你藏别人闺女，不要脸的玩意儿，说你心眼小你还赖吗？混蛋！宋清如也不甘示弱，回打回去，你才心眼小。闺女跟着你又会怎么样？你后宫一群豺狼虎豹，每个都能将她生吞活剥了。做你的公主将来恐怕还逃不了和亲的命运，我才不给你。我就是要将全天下最有用的能力都教授给她。两个人又缠斗了一会儿，都累得气喘吁吁，瘫倒在地。最后李景和轻声道：乐慈，对不起，当年我不该赶你。若你在，临安城也不会陷入那么大的危机。宋清如痛哭出声。李淑峰皇太女当天在朝阳殿跪坐了一晚，被母亲的冷冽吓到的恐惧早已消散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晨光熹微时，李淑于半梦半醒中抬头，正对上昭元皇后画像上那双温柔的眼睛。她轻声道：母亲，女儿不会给您丢脸。做皇太女的日子并不是一帆风顺，比如云清妹妹总躲着她，比如经常和陛下吵架，陛下上了年纪后气性大，动不动被她气到卧床，然后被赶出来罚站。有新来的内侍宫女会议论，皇太女真孝顺呀，政务这么繁忙，但每次陛下生病她都来侍立。知晓内情的宫人掩面：什么啊，就是她气的啊。李树摇头叹息：没事，这样的日子也能过，但希望太医院能多给自己配几瓶更好用的护发油，或者把祝清州的头发剪一半，给自己做假发用。这个主意不错。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